年终奖公示栏贴出去的那天，作为核心技术人员的我只拿到3000的基础奖金，只会喊口号的许倩却评为了年度优秀员工，还获得了出国进修机会。我向厂长提出离职，却被厂长各种职场破。为了几千块钱就要跳槽，你作为6年老员工的觉悟呢？赶紧把设备修好，我赚钱都指着他呢。最后还不忘再画一遍给我画了6年的晋升大饼。6年了。我每夜加班还要给厂里交水电费，甚至设备维修都是我自掏腰包。我就这样忍了6年，但这一次我不会再忍了。年终奖公示是个晴天，腊月，阳光很薄，照在公告栏的玻璃上反出一层白光。我站在那里，把整张名单从头到尾扫了一遍。顾念，基础绩效奖金3000元，许倩，年度优秀员工3万元整，附出国进修名额1个，附内部职称评定直通资格1个。我盯着这2行数字，心里倒是很平静，甚至有种终于等到了的感觉。6年了，第1年我拿基础档，说再努把力，第2年还是基础档，说今年整体效益不好，第3年许倩来了，说团队建设需要多元人才，然后每一年进修的名额、职称评定的推荐、对外合作的挂名，全是许倩的。我负责出活，他负责露脸，孟建国负责解释，为什么这样更合理。今年这个方案，我连续2个月每天凌晨2点以后才睡。最终版提交的那天，孟建国把我叫过去，说许倩要去市里汇报，让我配合他把方案梳理一下。我以为是让我一起去，结果是让我帮许倩消化方案里的技术细节，让他能在台上答得出来。市里回来，许倩抱着奖杯，满脸喜气。我问结果怎么样，他说很顺利，说你的方案写得挺好的，说领导很满意，连谢谢都没有。小顾，你看到公告了吧？我从公告栏转身，孟建国正从走廊那头踱过来，笑容和气，脚步悠闲，像是来散步的。我没吭声。来，去我办公室坐坐。这是通知，不是邀请。我跟他进去，在椅子上坐下。他办公室的暖气开得很足，茶几上有2杯热茶。他把茶推过来，开口：小顾啊，你是这厂里最扎实的技术员，这一点我从你进来第1天就说过了，现在还是这么看。开场先夸，这1.6年来从未变过。今年这个分配我知道，从数字上看可能让你心里不太好受，这我理解。但你要明白，许倩那孩子，她擅长的是对外，是跑关系，是在外头替咱们厂撑门面。你呢，是我们厂的根，你在这里什么都稳。打个比方，你是地基，他是前厅。地基能跟前厅比光鲜吗？但是少了地基，整栋楼都得塌。这个比方，他去年说过，前年说过，大前年应该也说过，每次都是地基，地基又体面又重要，又理所当然拿不了钱。这样，我表个态，年后第1批职称评定，我重点推你，评上了工资，直接走高一档。怎么样？职称评定，他从我入职第3年就开始说帮我推了4年，从年头推到年尾，从这届推到下届，每次都有新的理由说这次没成。孟厂长，我把手放在腿上，抬起头。虹桥科技联系我了。孟建国端茶的手停了一下。1个月前，他们的林总亲自打的电话，岗位是技术总监，工资是这里的3倍。另外，我设计的方案单独署名，对应专利归我个人。我把录用函从外套口袋里取出来，展开，平放在他桌上。我申请调稿，请您签字。孟建国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，然后把它推了回来。不行，为什么？你的档案在我这儿，人事关系在这儿，没有转档手续。你跑去虹桥就是违规离职，背着处分记录。你觉得虹桥还敢要你？他把茶杯放到桌角，语气平淡，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小顾，你有情绪我理解，但感情用事不好。咱们厂离不开你，这不是客套话。你心里清楚，你要是走了，那些机器坏了谁来修？客户来验厂了谁去答？你在这里，你是最重要的人。最重要的人，最重要的人拿最少的钱，最重要的人的方案署了别人的名，最重要的人提出调岗，得到的是威胁。我站起身，我明白了。我把录用函折好，放回口袋。感谢孟厂长6年来的栽培。他看出了我话里的意思，微微一愣，但我已经出了门，回到工位。我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文件夹里有我这6年攒下来的所有技术档案、工艺改良记录、设备故障诊断手册、3轴机床的维修参数表、自动装配线的调试日志，还有2套还没提交专利申请的改良方案。我找出备份硬盘，开始一个一个考。这些是我写的，是我的。考完之后，我打了个电话：林总，麻烦了，能不能安排1辆车来一趟？我有些私人物品要转移。没问题，你说地址，我让人马上过去。挂了电话，我开始收拾工位。没多久，许倩端着一杯咖啡从走廊那头过来了。她踩着5厘米的高跟鞋，走路很稳，笑容也很稳。顾念，这么早，今天请假？离职。许倩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，带着点无辜。就为了年终奖的事儿，有必要搞这么大吗？再说了，那个方案你不也参与了吗？汇报的时候是我去讲，你这人不擅长在台上表达，我是帮你，你怎么反倒记仇了？我停下收拾的手，抬起头看着他。许倩，那个方案。抬起头看着他。许倩，那个方案的初稿在我电脑里，创建时间是去年11月3号凌晨2点47分。你提交的版本是你改了我的封面，把目录重新排了排，在首页加了你的名字，这叫帮我。许倩的笑容有点撑不住了，但她很快调整回来。顾念，你说话越来越刻薄了。我们共事这么多年，6年里你拿走了我的进修名额，拿走了我的优秀评定，拿走了我的方案，你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今天说帮我，晚了。我提着袋子走向车间，许倩在身后追着，声音大了起来。顾念，
你别乱动车间的东西，出了事你自己负责。3年前，厂里最老的那台铣床差点报废，孟建国说资金紧张，买不了新的，让我想办法。我自己花了将近2万块，从外头渠道采购了一套精密检测模块，花了将近1个星期装进去调试好，才让那台机器重新转起来。这笔钱孟建国说会报销，然后这事就没有然后了。2万块，3年1分没回来。我走到铣床前，俯下身，按下检测模块侧面的释放键，整套模块从机身上弹出。车间里的工人都停了手，都在看我，没有人说话。我把模块收进专用箱，站起来。这是我个人购入的，采购发票在，银行转账记录在，从没进过公司资产台账。我拿自己的东西没有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孟建国从车间口冲进来，他的脸通红，走路带着风。顾念，给我住手！这是生产设备，你这叫破坏生产。发票我可以当场打印出来，您现在要看吗？孟建国扫了一圈四周，全是工人，他把声音压下来，靠近一步。行，你厉害，你拿，但你记好了，走出这个门，这行里我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。我拿着箱子走到他面前，停了1秒。孟厂长，这话我记下了。然后我走了出去。虹桥科技的货车已经停在厂门口，我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件件装上去，工具箱、技术手册、备份硬盘、检测模块，6年传的家当，清清楚楚。孟建国背着手站在厂门口，一句话没说。许倩站在他旁边，表情不太自然。车门关上，我没回头。这栋灰色的厂房6年不值了。虹桥科技比我想象的更清爽。林凯带我参观了一圈。顾念来了就是真正的技术总监，不是挂名的那种，有问题直接拍板，不用看谁脸色。我这里的规矩很简单，做出成果按成果给钱，没有上限，但也不养没产出的人。这是我想要的。林凯笑了。能在孟建国手下压了6年的人进我这里，我就一个要求，别再憋着。我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在新宿舍的小桌子前坐了很久，窗外是陌生的路灯，我以为心里会有点空，却发现是扎扎实实的青。孟建国的动作比我预想的快。我离职后第3天，他对外散了话，说我走的时候带走了公司的生产设备，涉嫌盗窃。林凯的法务把采购发票和银行流水当天发了过去。孟建国那边沉默了2天，然后许倩打来了电话。顾念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孟厂长说你那套检测模块，他这边查到一笔公款采购记录，时间跟你买模块的时间差不多。他说这事儿比较敏感，你要是把模块还回来，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我在心里冷笑，这一招我没想到他敢用。我把当年的银行转账截图、采购平台的订单记录、快递签收单全部截图发给了他，让他来查，我配合。电话那头沉默了3秒。顾念，你现在越来越难沟通了。许倩，是我以前太好沟通了。挂了电话。那天深夜，手机响了，陌生号码，我接了起来。电话那头是个压低了的声音。顾念，你查一查孟建国从2019年到2022年的设备维修外包账目，每年大概有将近10万块的维修外包费用，一直在走。我的心跳停了一拍，因为我知道那3年里，厂里所有的设备维修，大到机床改造，小到电路板焊接，全是我来做的，熬夜做的，垫钱做的，从来没拿过1分外包费。那每年将近10万块的维修外包款，究竟流进了谁的口袋？查清楚了，你手里会有他一辈子不敢动你的东西。电话断了，我坐在黑暗里，把那3年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2019年生产线大改造，我一个人扛了4个月。当时孟建国说预算紧，维修费以后再补。2020年说预算紧，维修费以后再补。2020年3台机床同时出故障，我连续17天没有休息日。孟建国说厂里账上不好看，让我先垫着。2021年我垫进去的钱加起来将近3万块，开口要报销。孟建国说这是得走程序，一直到年底1分没见。3年，每年将近10万、30万的维修外包款，去向不明。而我分文未得，还觉得自己欠他一个机会。我盯着漆黑的窗外，好久没动，这口气咽不下去了。付费解锁，顾念握着手机，坐在虹桥科技的宿舍里。窗外的路灯冷白，他不知道那个匿名电话是谁打来的，但他知道那笔账他要查清楚。而孟建国的厂子还不知道暴风要来了。那个电话之后，我连续几天没睡好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我需要把那笔账搞清楚。光凭一通匿名电话什么都做不了，我需要证据。厂里有个老会计，姓陈，大家叫他陈叔。他在这家厂做了将近20年，见过几任厂长，做事老实，嘴巴很紧。我在厂里的时候，帮他修过2次老旧的财务机器，收过他2袋自家种的花生。我打了电话过去，陈叔，是我，顾念。顾念啊，你走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那孟建国真不是个东西。他压低了声音。陈叔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，你方便说吗？你说，这2年厂里的设备维修外包有没有对应的外包合同和收据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你是说那几笔？他的声音更低了。顾念，这事我不好多说，但我告诉你，那几笔账我当初就觉得不对劲。合同是有的，但那家外包公司我私下查过，
工商登记上是空壳。什么意思？注册了，没有实际经营，没有员工，没有固定资产，没有固定资产，就是一个账户，专门用来收款的。我的手慢慢握紧了手机。陈叔，那家公司的法人是谁？沉默，长长的沉默。顾念，这事我说不了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账目的原始凭证都在财务室的文件柜里第3层，左数第2个。我只说到这，我年纪大了，不想惹事儿。我听懂了。陈叔，谢谢你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原地消化了一会儿。空壳公司每年将近10万块的维修外包款打进一个空壳公司的账户，那个账户背后站着谁，我几乎不需要猜。接下来我在虹桥过了将近2周平静的日子。技术总监这个位置在这里是实打实的。第1周，我把虹桥现有的3条生产线全部走了一遍，做了诊断报告，找出了7个潜在的效率瓶颈。林凯把报告看完，当天晚上给我发了消息。顾念，你这个报告比我们之前外聘的工业顾问写的强，他们收了20万，写的东西不如你1周的摸底。我回了一个字。那就把那20万省下来做设备改造。林凯回了个大拇指。第2周，我开始推进第一个改造项目。虹桥有一台旧的冲压机，用了将近8年，频繁卡线，每次停机损失不小。我花了3天排查，发现是送料系统的定位精度出了问题，用的是老式的机械线位，我建议换成光电感应，同时改一下控制逻辑。改造完，卡线率直接降到原来的1/10。车间主任老赵那天专门来找我。顾念，这台机子我们用了8年，一直以为是机器老化，换都不舍得换。你3天给我解决了，你之前在哪儿干？怎么没早点来？我笑了笑，来得慢了点儿，但来了。那天傍晚，林凯请我吃了顿饭。顾念，你那个冲压机的改造方案，我让人测了效益，按照这个效率，今年光这一条线就能多出30万的产值。他把一个信封推过来，这是这个月的绩效，提前给你。我打开看了一眼，是我在孟建国那3个月的工资。就一台机器改造，给这么多？值，你做的东西能换算成钱，我就给你钱，不搞那种口头表扬那一套。我把信封收好。那我接下来还有6个改造项目，您提前做好心理准备。林凯哈哈笑了，你尽管来，我的钱包随时准备着。而孟建国那边比我预想的还要惨。我走后的第5天，厂里的那台3轴加工中心出了故障。这台机器是整个车间的核心，精度要求高，出问题了不是普通工人能摸的。孟建国找许倩，许倩找网上的教程，研究了1天，越搞越乱，最后花高价请了城里的维修师傅来。师傅看了看，开口就是1万8，零件费另算。孟建国当场脸色就变了，但他没得选。师傅修了2天，说修好了，收了钱走了。机器转了不到4个小时，又趴窝了。我是从老赵那里听来的，老赵以前跟孟建国厂里的人有来往，时不时给我传点消息。顾念，你知道吗？孟建国那边现在一个生产订单都不敢接，怕耽误交货。那台加工中心，城里师傅修了第2次，又是1万多，修完还是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听说是精度老是对不上，出来的件公差超标，客户退货了2批。我心里清楚那个毛病出在哪，那台机器的主轴轴承磨损了，单纯换配件不够，还需要重新做热补偿校正。这个工序如果没做，就是换了轴承也白搭。但这件事我没开口，时候没到。果然，第18天，孟建国来了，他没提前打电话，直接出现在虹桥科技的门口。前台告诉我有人找，我走出去，看见他站在停车场边上。才不到20天，他好像老了1圈，发际线往后退了，眼睛下头挂了2块黑。小顾，他清了清嗓子，那台3轴机床你知道怎么修？我看着他，我知道。能不能回来看一眼？就这一次，费用好说。我现在在虹桥，虹桥的事情还没做完。那个，等等，就1天。他的语气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不像以前那种居高临下，但也还没到真正低头的程度。我想了2秒。孟厂长，我走之前跟您说过，厂里的机器离不开人来维护，您当时怎么说的？孟建国的脸色变了变。您说，只要我不盖章，这一辈子我都走不了。所以您当时的判断是厂子不需要我。现在机器坏了，这个问题您去找许倩解决。我转身回去，孟建国在身后喊了一声顾念，我没停。孟建国离开之后，林凯笑着走过来。孟建国来了。怎么说？让他等。林凯点了点头。那就让他等。但我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。孟建国这个人被逼到墙角，从来不会真正低头，他一定还有后手。果然，2天后，我收到了一份律师函，宋达方是孟建国的厂。律师函上说，我离职时拷走的技术文件属于公司机密，涉嫌侵犯商业秘密，要求我立即删除并赔偿损失，如未响应，将向警方报案。我把律师函给林凯看，这招。林凯把函放到桌上，沉默了片刻。他这是想逼你删那些文件。对，我把杯子放下。林总，我拷走的那些文件全是我自己写的技术记录，有创建记录可以核实，不存在侵权问题。但他为什么现在使这一招？林凯眯了眯眼，因为他怕你手里有什么东西。对，他不是怕那些技术文件，他怕的是我在那些文件里无意中记录了某些东西，维修记录、材料采购记录、外包对接的往来记录。我在厂子里6年，随手记录的东西太多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我手里到底有什么，所以他想让我全删掉。我看着林凯，我不删，我让法务那边回函，告诉他们走法律程序。但顾念，你那些文件你自己再认真看一遍，如果有什么，要趁早想好怎么用。
这话说得很明白。我点了点头。那天晚上，我把硬盘里的文件重新过了一遍，足足看了5个小时，大部分是纯技术记录，没什么特别的。但有一个文件夹让我停了下来，那是一个叫对接备忘的文件夹，是我当年在厂里的时候，每次跟外部公司对接设备采购或者维修，随手做的记录。我不是故意留证据，就是工作习惯，怕自己忘。但里面有一条，我盯着看了很久。2019年7月，一个叫恒达机电服务的公司联系我说要来做设备维护，说是厂里委托的，但那个人来了，根本不懂机器，问什么都含糊其辞，最后在我这混了不到2个小时就走了。我当时觉得奇怪，在备忘里记了一条：恒达机电派来的人不懂维修，询问设备型号和价值后离开，疑似走流程。恒达机电，我打开电话，翻出陈叔的号码，深夜11点拨了过去。陈叔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就问你一件事，外包维修那几笔账，收款方的名字是不是叫恒达机电？那头停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顾念，你手里有东西？有一条备忘，是我当年随手记的。又是长时间的沉默。那家公司的法人和孟建国的小舅子是同一个人。我把这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孟建国的小舅子，他用小舅子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，每年从厂里走将近10万块的虚假外包款进自己人的口袋，而厂里实际的维修工作全是我做的，免费做的。3年30万，就这么平白无故的从那台破机器旁边流进了他家人的账户。我挂了电话，坐在黑暗里没动，手边的备份硬盘，那条不起眼的对接备忘，就是他现在最怕的东西，也是他急着要我删掉文件的原因。第2天一早，我去找林凯。林总，我手里有一条记录，涉及孟建国的财务问题，我需要一点时间确认一下事实。需要法务配合吗？需要。另外，我需要查一家公司的工商信息，叫恒达机电服务。林凯当场让人去查，2个小时后，结果回来了。恒达机电服务有限公司注册地址是孟建国所在县城的一个居民小区，法定代表人赵永明。林凯的法务当场查到，赵永明与孟建国的妻子同姓同户及地，关系显示是孟建国妻子的弟弟。坐实了。林凯把查询结果推到我面前，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举报。林凯点了点头。需要我配合的告诉我。暂时不用，这件事我来。我把那条对接备忘连同公司工商信息、陈叔之前提到的账目线索，还有3年内我自己做维修时的日志记录，整理成了一份文件，寄给了省纪检委的举报渠道，还同时抄送了县市场监督局。做完这些，我洗了把脸，去车间继续改造第2条生产线，该干的事一件不落。就在这时，事情来了一个我没预料到的转折。那天中午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孟建国厂里一个叫王师傅的工人，跟我共事了4年，老实人，很少主动联系我。顾念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上午公安来了，找孟厂长。我攥紧手机。为什么？说是有人举报孟厂长用公款买了2台设备，但设备台账里查不到，怀疑是私吞了。孟厂长当时就急了。我慢慢呼出一口气。还有顾念，孟厂长说这事儿是你干的，说你前脚走，后脚就给他捅刀子，他要让公安去找你。我想了2秒。王师傅，谢谢你告诉我，你别担心，你也别掺和，这件事不会牵连到你。挂了电话，我找到林凯。林总，公安可能会来。来就来。林凯靠在椅背上，一点都不慌。我让法务准备好材料，你手里的证据也整理一份备份给我。顾念，你举报他这件事是对的，但你要做好准备，他要反咬，不会只用一招。果然，下午3点，2个便衣警察来到了虹桥，说是有人举报我窃取前公司的商业机密，需要我协助调查。林凯的法务当场陪同，我把硬盘、采购发票、银行流水、技术文件的创建记录全部摊开来，每一份文件创建时间精确到秒，都是在我手里写出来的。警察翻了将近2个小时，其中一个警察在看那份对接备忘时抬起头。这条记录是你当时随手写的？对，就是工作习惯。那年恒达机电的人来，我觉得不太正常，就记了下来。警察和同伴对视了一眼，然后把那份备忘的电子版复制走了。临走时，其中一人说：“顾念同志，感谢你的配合。另外，你举报的那件事，我们已经在核查了。”我点点头。送走他们，我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。孟建国以为警察是他的武器，他没想到警察带走了他最不想让人看见的东西。那天傍晚，我坐在厂区外的小凳子上，喝了一杯热茶，夕阳斜进来，把地面照出一道长长的橙色。我在孟建国那个厂待了6年，6年里，我认为只要把活干好，就会有人看见。我认为只要够踏实、够专业，就能换来应得的东西。我错了，踏实在那种地方只是被人拿走东西的理由。但这件事，今天我在弯直了。手机震动，是陌生号码，接起来。顾念，公安去孟建国那里了。声音压得很低，但我这次听出来了。陈叔，那头沉默了一下。我没法站出来，年纪大了怕麻烦，但那个账我一直压着，就等有一天有人来查。你来了。我低下头。陈叔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那些钱本来就有你一半。电话断了，有你一半。我望着夕阳，心里有什么东西一点一点的松开。那30万我拿不回来，但有些账不是用钱算的。当天晚上
消息在孟建国的厂子里传开了，说是公安来调查财务问题，说是孟厂长可能有大麻烦。工人们议论纷纷。许倩那天下班走得特别早，据说她连夜删了手机里和孟建国的所有聊天记录，但她不知道的是，公安的调查根本不需要她手机里的记录，账目就在财务室第3层左数第2格。陈叔压着那些账，等了3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虹桥这边第2条生产线的改造进入收尾，林凯来车间看，顾念，这条线改完，估计能再多20个百分点的产能。按照这个节奏，年内3条线全改完，虹桥的整体产能能翻1倍。林凯点头。你有没有想过带几个徒弟？有，这种改造经验要沉淀下来，光我一个人做不长久。行，你来挑人。我在虹桥站稳了，但我知道真正的风暴还没有到，因为孟建国这个人被逼急了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而那份恒达机电的对接备忘只是一个开头，他藏的东西不止这一件。事情平静了将近1周，表面上什么都没发生，但这种平静不是真的，平静，是暴风眼。那周的星期4，我正在车间调第3条线的参数，林凯来找我。顾念，外头有人要见你。我把扳手放下。谁？孟建国，还带着许倩，还有几个工人。我擦了擦手，走出车间。厂门口停着孟建国那辆旧桑塔纳，他站在车旁边，今天穿了件正式的衬衫，但领子有点乱，明显是临时套的。许倩站在他稍后的位置，低着头，身后跟着3、4个我认识的工人，都是在孟建国厂里干了多年的老人。我走过去，停在几米外。孟建国先开口：“小顾。”他清了清嗓子：“我知道这段时间我们之间有些误会。”误会这个词从他嘴里出来，我没有任何情绪。但现在厂子有困难，春天那批订单3月底就要交货，那台3轴加工中心还没修好，我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他说请这个字的时候请你帮个忙。他说请这个字的时候停顿了一下，明显是憋出来的。多少台机器？主要是那台3轴加工中心，还有一台液压机也有点问题。几台城里来的师傅修不了。孟建国的脸色变了一下。他们技术有限。他们技术没问题，他们不知道你那台机床的历史维修记录，不知道主轴轴承的磨损程度，不知道3年前我换件时留的参数，这些东西只有我知道。孟建国沉默了，身后的工人们互相看了一眼。我继续开口：“孟厂长，我可以去修。”他立刻抬起头，但有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这2年你扣我的绩效，按照当初劳动合同约定的标准，全部结清，1分不少。第二，这次上门维修按市场价走，3轴加工中心人工费加调试费8000，液压机3000。第三，当场给钱，现金或者转账，我不赊钱。孟建国的眼皮跳了一下，身后的许倩轻轻吸了口气。工人们没说话。你这不是坐地起价吗？那点绩效加上维修费，加起来快2万了。市场价，城里的师傅来，单这2台机器就要我再多说吗？孟建国捏了捏手，沉默了将近半分钟。行，就按你说的。我点点头。合同这边林总的法务会拟，您签完带钱过来，我明天上午去。孟建国愣了一下，还要签合同？当然，我以前给你们做了多少事，连个书面记录都没有，才落到今天这个局面。这次白纸黑字。孟建国把这话嚼了嚼，没再反驳。他转身走回车里。临上车前，我看见许倩往我这边瞟了一眼，那眼神里有点什么，说不清楚，不完全是恨，还有点别的，像是某种羡慕。第2天上午，合同签好，钱转到账上，我提着工具箱跟着孟建国的车回了那个厂。进厂门的时候，工人们都停下来看我，有人认出我，小声说了什么，我没在意。走进车间，直接去那台3轴加工中心，掀开盖子，我扫了一眼，城里来的师傅换了轴承，换得还行，但热补偿校正没做，而且他们没发现主轴旁边的冷却液管接头有一道细裂缝，冷却液在慢慢渗到主轴旁边，热胀冷缩，精度当然出问题。我蹲下来，从工具箱里取出检测仪。孟建国跟许倩站在旁边，没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工人们慢慢围上来，不是来监督，是来看，因为这个场景以前出现过太多次，每次机器出了问题，大家都是这样围着看我处理，只是以前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，现在他们站在这里，眼神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。3个小时之后，3轴加工中心修好了，机器转起来的那一刻，车间里的工人们齐齐松了口气，有人鼓掌。我站起身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液压机用了不到1个小时，问题出在密封件，换掉就好。2台机器前后共计4个小时。我收拾工具箱，准备走。孟建国跟上来，小顾，一起吃个饭。不用，就是想聊一聊。孟厂长，合同上写的是今天上午完成维修，现在维修完毕，合同履行完了，没有其他需要聊的。我提着工具箱走出车间，走廊里一个40多岁的男工人快步追上来，我认识他，叫老魏，在车间干了将近10年。5年。他压低了声音，那个律师函的事，我们几个都知道，是孟建国让人发的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以前的事，我们……他停了一下，对不住你。我看着他，老魏跟了我最多，以前我修机器，他总是在旁边递工具，偶尔说2句玩笑话。他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只是以前当我被孟建国打压的时候，他没说过话，这不怪他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守护的饭碗。老魏，没事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我走了出去，厂门口风很大，我站了1秒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栋灰色的厂房，然后叫了车走了。孟建国那边的调查在悄悄推进，我没有再收到什么消息，也没有主动去打听。我手里能提供的东西都提供了，剩下的
是稽查部门的事，我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那段时间，虹桥科技的改造项目进展顺利，3条生产线全部完成改造，整体产能比之前提升了将近60%。林凯拿到季度数据那天，站在会议室里，把那份报告看了很久。顾念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效益上来了，不光是效益。他把报告放下。我跑这个厂12年，这是头一次生产效率提升超过50%，而且还在涨。超过50%，而且还在涨。我喝了口茶。第4条线你定了没有？定了，按你的方案走。那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的工人里技术底子参差不齐，机器改完了，人跟不上，白改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来带培训，每周2次，专门讲基础机械维护和故障排查，不求他们个个都能修机器，但出了小问题，能先判断出在哪里，别一出事就全靠我。林凯没说话，看着我，过了2秒。顾念，我欠你一句话。什么？亏了你来。我笑了笑。别这么说，我也亏了来。林凯也笑了。行，培训的事你来安排，场地人员我配合。另外，这个项目你单独列个方案，我给你加一笔培训经费。这倒不用，得用你的价值。我说值钱就值钱。这句话我在孟建国那边6年没有听过一次。培训课开起来了，第一次有20几个工人来，我站在黑板前，把基础的机械原理用最简单的话讲，举的例子全是车间里真实发生过的故障。那台卡线的冲压机，那台出公差的加工中心，工人们听得很认真。有人举手问问题。顾工，那次冲压机卡线，你是怎么判断出是定位精度的问题，不是送料电机的问题？因为电机出问题，卡线是随机的，但那次卡线有规律，每7到8个冲刺出一次。有规律的故障一定是机械结构的问题，不是电器的问题。工人们纷纷点头。顾工，以前你在那边厂，这些东西也教过他们吗？我停了一下，没有。短短2个字，那边没有人问过我，甚至没有人觉得我懂得这些东西值得被记下来。就在培训开展到第3周的时候，孟建国那边的事有了进展，消息是林凯带过来的。顾念，孟建国被带走了。顾念，孟建国被带走了。我放下手里的文件。昨天下午，县纪委和公安联合以涉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对孟建国立案。恒达机电那笔账查出来的不止30万，前后6年累计将近80万。80万，我以为最多30万，但实际上这件事比我知道的更早更久。他小舅子的那个账户走了将近6年的款，从你进厂的第1年就开始了。我在椅子上坐了很久。第1年，那年我刚进厂，还以为遇到了一个正经的地方，一个凭本事吃饭的地方。我满腔热情地把自己所有的技术能力全都压进去，却不知道从一开始我就是他养的那头驴。拉磨的不必问好，不必感谢，只要不死就继续赚。80万，他吃了6年，我白干了6年，这2件事就这么干干净净的并排放在那里。顾念，你没事吧？我抬起头，没事儿。我笑了一下，就是算了笔账，6年80万，平均每年13万多，我那边年薪最多不超过8万。林凯皱眉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知道，钱是最小的那部分。我站起来，林总，我去车间了，第4条线的改造今天要定方案。林凯看着我，没说话。过了1秒，行，去吧。我走出办公室，走廊里的阳光斜进来，照在地板上。我站了一下，深吸一口气，然后往车间走。孟建国被带走之后，厂子里的情况很快乱了。王师傅给我打了电话，顾念，厂里没人主事了。孟建国走了，副厂长姓韩的，自己也有点问题，现在缩着不敢动。那批春天的订单3月底要交货，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机器现在还好着，机器好着，但大家心散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人心一散，机器再好；人心一散，机器再好也白搭。顾念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那边还有200多个工人，都是跟了这个厂子10几年的老人。这批订单要是交不出去，客户索赔，厂子可能就直接关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那200多个工人，我认识的，不认识的，他们里面有没有人为难过我？有，但更多的是普普通通的工人，他们不知道孟建国的那些勾当，只是在这里卖力气挣工钱。这批订单黄了，受最大损失的不是孟建国，是他们。王师傅，订单的具体情况你发给我。你是说？我去想想办法。挂了电话，我去找林凯。林总，我有个请求，可能有点出格。说。孟建国那个厂春天那批订单交货期3月底，他们现在没人能主持局面，我想带他们联系一下客户，争取延期，然后帮他们把这批货做出来。林凯盯着我，你帮他们把这批货做出来。林凯盯着我，你帮他们，不是帮孟建国，孟建国已经进去了，是帮那边的工人。林凯想了很久，顾念，你这个人我越来越看不透。我自己也没想到会这么决定，但我想那边的工人没有错，订单黄了，厂子散了，他们最倒霉。而且我有个想法，说那批订单虹桥有没有可能接过来，再跟那边的工人借掉一部分，合作完成？林凯沉默，过了很长时间。你想给他们一条出路？算是吧，有手艺的工人不应该因为老板出了问题就失业。林凯把那个方案在心里转了几圈。订单的利润得合理分。当然，合同我来写，公平。林凯点了头。行，你来做，我配合。那一刻，
我有点说不清楚的东西在心里涌上来，不是软弱，是我想清楚了一件事，我不是为了让那个厂好，我是为了让那些人有饭吃。这两件事不一样。接下来的2周，我跑了好几趟，先联系了那批订单的客户，说明了情况，争取了延期20天，然后跟那边的副厂长韩明谈，让他把手艺最好的12个工人临时调到虹桥来，按虹桥的工资标准发钱。韩明那边感激的话都说不利索。故宫，你能这么做？真的，我没想到。少说这个，把人名单给我。12个工人来了虹桥，第一天进车间都有点局促，我把他们逐一安排到对应的工位，老魏也在其中。他站在门口看了我很久，最终走过来。顾念，你叫我来这儿，我想问一句，问你不恨我们？我想了一下，老魏，恨是有的，但你们不是我的敌人。那批订单的工期在，大家把活做好，到时候你们该拿的钱一分不少。老魏低下头点了点头。行。那批订单赶出来的那头。行。那批订单赶出来的那天，已经是3月的最后一天，最后一个零件检验合格，工人们长舒一口气。有人靠在机器边上，闭上眼；有人拿出手机给家里打电话。我站在车间门口，看着这些人，心里有点什么，说不清是什么，但不是坏的。林凯走过来，站在我旁边。货交了。那12个人你打算怎么安排？先让他们回去，那边还有别的工人，我想跟韩明谈，看他有没有想法。什么想法？那个厂设备还在，工人还在，现在缺的是一个能主事的人和一个清白的账本。林凯看着我，你想把那个厂盘起来？没到那一步，但那边的工人，如果有人愿意来虹桥，你接吗？有手艺的，来。我点点头。结果没等我去谈，许倩先来了。她一个人，没有开车，走路过来的，穿着便装，头发有点乱。她找到我，站在那里，低着头。顾念，我看着她，我想问问，虹桥这边还招人吗？我没说话，看着他，看了大概5秒。5秒里，我想了很多。许倩这个人，她不坏，她只是精明。她早就知道，在那种环境里，靠手艺不行，只能靠嘴和关系。她的选择和我的选择，都是那个环境逼出来的，只是我们走了不同的路。她赢了6年，然后败了；我憋了6年，然后走了。许倩，你有什么会的？她抬起头，跑业务、对外联络、处理客户关系。我想了一下，虹桥现在确实缺一个跑业务的。但有一点，我顿了顿，在这里，业绩是自己的，锅也是自己的，没有找人背锅的空间。许倩沉默了一会儿，我知道。她抬起眼睛看着我，顾念，以前的事，我不找借口，就是对不住。这句话就是对不住。这句话从她嘴里出来，我有点意外。我以为她要解释，要辩白，要说那是环境造成的，但她没有，就是3个字，对不住。我看着她，你去找林凯谈，他这里的规矩你先搞清楚，能接受就留。许倩轻轻点了下头，谢谢。他转身去找林凯了。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。有人会说我不该给他机会，但我想人是可以变的，变不变是他的事，给不给这个机会是我的事。而我不是孟建国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宿舍的小桌子前，把这段时间的事情在脑子里理了一遍。孟建国被带走了，账查清楚了，订单交出去了，工人的工钱发下去了，还差一件事。我打开电脑，找到林凯之前发给我的一份文件，是省里的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报名表。林凯早在我来虹桥的第1个月就把这个发给我了。这个你去报，条件你全够，考出来好处你自己知道。我当时够，考出来好处你自己知道。我当时没多想，就放在一边。今晚我重新打开，看了一遍报名条件：工龄6年，够；专业方向机械工程，够；近5年内参与的技改项目，够。我把表格打开，开始填，填到一半，窗外下起了小雨，淅淅沥沥的打在玻璃上。我停下来听了一会儿。以前在孟建国那里，我6年没动过这张报名表，不是不想，是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心情。每天的全部力气都用来应付那些修不完的机器，填不完的窟窿，躲不完的针对。现在我把表格填完，提交了，关上电脑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我靠在椅背上，第一次觉得这辈子还很长。注册工程师考试的报名截止日期是那年3月的最后一天，我卡着点提交了。考试时间定在6月，中间还有将近3个月。这3个月我没有刻意腾出大块时间来复习，白天的事情还是照常推进，车间改造、培训课程、生产线调试。我只是把以前睡前刷手机的时间换成翻教材，每天大概2个小时，有时候更少，有时候忙起来直接就睡了。林凯知道我在备考，有一天中午来找我。顾念，你备考的时候别扛着，工作上能推的就推，跟我说。不用，我安排的过来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林凯看了我一眼，你这个人什么都自己扛。不是扛，是我确实能安排过来，而且这3个月把工作停下来，我反而会分心。林凯想了想，行，你自己把握，但有一点，考前1个星期我给你放假，这个不商量。我没有拒绝。好，那3个月说快也快，说慢也慢。白天我在车间里爬上爬下，手上全是机油，晚上回宿舍洗了手，翻开教材。有一晚我翻到机械设计基础那章，里面有道计算题，是关于齿轮传动效率的。我看着那道题，一下子想起来，好几年前厂里那台减速机总是过热，我查了很久，最后发现是齿轮啮合参数设错了，传动效率比标准低了将近15%。当时我把原因写成了一份报告，交给孟建国，他看都没看，直接扔在抽屉里，说机器能转就行，
搞那么复杂干什么？那份报告现在就在我的备份硬盘里。我把教材合上，那些年我做过太多这样的事，认真分析，认真记录，然后被认真的忽视。但这些东西没有消失，都在我脑子里，都在我的硬盘里，现在都变成了备考的底气。5月底，孟建国的案子有了正式结果，是林凯告诉我的，判了贪污罪、挪用公款罪，数罪并罚，实刑7年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特别大的波动。林凯看着我，你没什么想说的？说什么？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，不觉得解气？解气？我想了一下，有一点，但不多。林凯有点意外，真正让我解气的不是他进去，是我出来。林凯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头。这话说得对。许倩在虹桥待了将近2个月，跑业务这条线，她摸得比我预期的快。第1个月，她跟着林凯原来的业务员出去见客户，话不多，主要是听做记录。第2个月开始，她自己约了2个客户，一个谈成了，一个在跟进中。林凯跟我说这个，我有点意外。谈成的那个多大的单？不大，但是个新客户，是他自己找渠道开发的，不是我们原有的关系。我想了想，他变了，人在不同的土壤里长得不一样。这话我认可。许倩在孟建国那种地方，土壤是什么样的，她就学着长什么样。在虹桥，土壤不一样，她长得也不一样了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走廊遇到许倩，她手里拿着一份合同，脚步很急。顾念，她停下来，你有空吗？这份合同里有个技术参数，我看不懂。客户那边问到了，我不确定怎么答。我接过来看了看，是一份设备采购合同，里面有一条关于加工精度的要求，写的是 IT6级公差。这个是精度等级，数字越小，精度要求越高。IT6是中等偏高的精度。客户是做什么的？汽车零部件。那这个精度是合理的。你告诉客户，虹桥现在的设备完全可以满足。你让他们发一份零件图纸过来，我来核实。许倩把这些记在手机备忘里。好，谢谢。她转身要走。许倩，她回头，遇到技术问题直接来问，别猜，猜错了客户那边会失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走了，我看着他的背影。以前他来找我，要么是指使，要么是算计，这次是真的在问问题。这个改变比我预期的要真实。考前1周，林凯把假放给我了，我没有像大学生备考那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。我去了车间，把每一台机器仔仔细细地巡了一遍，检查运行参数，听声音，摸温度，这是我自己的习惯。巡一遍机器，心里就踏实。巡到第3条生产线的时候，工人老张在旁边问我：顾工，你这是不放心我们？放心，就是习惯。你去考试，我们给你加油。我笑了，好好把线看着，比给我加油管用。老张哈哈笑了，放心，出不了事。考试那天天气很好，考场在市里，林凯让司机送我去的。我坐在车里，窗外的路往后退，心里出奇的平静，不是那种强撑出来的平静，是真的不怎么紧张。因为这张卷子上考的那些东西我都做过，不是在课本上做过，是趴在机器旁边，蹲在地板上，熬在深夜里，一件一件做过。考卷只是把那些事情变成题目问我，我答得出来。结果出来那天是个星期二，我在车间里，手机震动了，是系统通知。我擦了擦手，点开，顾念，注册机械工程师资格，通过，就这么几个字。我盯着屏幕看了大概10秒，然后把手机放回兜里，继续调那个参数。老赵在旁边，顾工，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考试过了。老赵愣了1秒，然后扯开嗓子喊：顾工考试过了。车间里的工人们扭过头，然后乱哄哄地鼓起掌来。我站在机器旁边，看着这些人，心里有什么东西软了一下。消息传到林凯那里，比我预想的快。他当天晚上发了条消息：顾念，恭喜，明天中午我请客，你点菜。不用这么隆重。必须隆重。你知道一个注册工程师在市场上值多少钱吗？我回了他。我以前上值多少钱吗？我回了他。我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林凯回了一个笑脸。明天见。饭局上就我们2个人，林凯点了几个菜，开了一瓶红酒，倒上酒，他举起杯。顾念，这杯酒我真心敬你。我跟他碰了杯。我认识不少技术人，有的很厉害，但很快就被环境磨平了。你在孟建国那里6年没有被磨平，这一点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我喝了口酒，不是没被磨，是磨了，但没磨透。林凯笑了。顾念，我跟你说一件事。他把酒杯放下，正色。省里的工业技术改造示范项目，今年在选试点企业，我已经把虹桥报上去了。如果评上，会有一笔省级专项资金支持，还有对应的技术合作资源。什么条件？企业近3年内有明确的技改成果，有相应的技术负责人，你就是那个技术负责人。我把这件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这个示范项目评上了之后，具体的配合要求是什么？要写一份详细的技改报告，还要接受省里专家组的现场评审。另外，如果评上，可能要派人去参加省级的技术交流。报告我来写。好。现场评审我来对接。好。省级技术交流我去。林凯点头。顾念，这个项目如果成了，虹桥的层级就不一样了，你的层级也不一样了。我把杯子举起来。那就努力让它成。2人再次碰杯。写技改报告这件事我没觉得难，因为这2年做的每一个改造项目我都有完整记录，数据、图纸、对比曲线、改造前后的效率数字全都在。我花了将近2周把报告写出来，厚厚一本，将近80页。林凯接过去翻了翻。顾念，这报告一般企业做不出来。
因为一般企业的技术员做完就算了，不记录就没有报告。林凯把报告合上，这就是差距。报告提交上去大概3周后，省里来了通知，虹桥科技通过初审，专家组定于下月来现场评审。林凯把消息发给我，附了一句话：来了，你准备一下。我回了一个字：好。现场评审那天，专家组来了4个人，带队的是个50多岁的老教授，姓沈，是省里机械工程领域的专家。他拿着我写的那份技改报告进了车间，我陪着他走了一圈。他问的问题很细。第2条生产线的改造，你在报告里提到将原有的机械线位换成了光电感应定位，但你用的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那套方案，这里你自己做了改动。他指着报告里的一张图纸。对，市面上的标准方案，感应灵敏度对于我们这条线的节拍来说稍微慢了一点，会在高速运行时出现响应延迟，所以我调整了触发逻辑，把感应判断和控制指令之间加了一个缓冲判断层，这样在高速节拍下既保证了精度，也不影响速度。沈教授低头看了看，又看了看。这个思路你是怎么想到的？以前处理过一个类似的问题，在另外一家厂，机床的进挤系统也出现过这种延迟，当时我用了类似的方法解决，后来把经验迁移过来了。沈教授直起身看着我，你在这行做了多少年？算上之前的工作经历，将近7年。7年。他点了点头。这个缓冲判断层的设计思路有没有正式整理成文字？有，在那份报告的附录部分。沈教授回头对跟着的另一个评审专家说了句什么，那个专家翻到附录看了一会儿，点头。评审结束之后，专家组在会议室里坐了大概1个小时。林凯和我在外头等，林凯有点坐不住，来回倒了3杯茶，我倒是坐着没动。你不紧张？紧张了也没用，该说的都说了，该展示的都展示了，剩下的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林凯看了我一眼，你说话越来越有禅意了。我没接这个话。过了将近1个小时，会议室的门打开了，沈教授走出来，看到我走过来。顾念同志，他伸出手。初步评审结论，虹桥科技符合示范项目的评选标准。这份结论我们会上报省里，最终名单预计下个月公布。林凯在旁边几乎没忍住笑。我跟沈教授握了手，谢谢。另外，他顿了一下，你报告里那个控制逻辑的改进思路很有意思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把这个整理成正式论文？没想过。可以考虑，这类来自实践的改进案例，学术上是有价值的。如果你有意向，可以跟我联系，我给你一些建议。他递过来一张名片，我接过来。谢谢沈教授。送走专家组，林凯在停车场拦住了我。顾念，他声音有点哑。干得漂亮。我看着他，是虹桥干得漂亮，我只是把东西摆出来了。顾念，你这个人就是不肯鞠躬。不是不鞠躬，是功劳本来是大家的。林凯摇了摇头，笑着走了。下个月示范项目名单公布，虹桥科技入选。这个消息在业内传开的速度比我想象的快，不到2天就有3家同行发来了合作意向。林凯把这几份意向书放在我桌上。顾念，你来看看这几家哪个值得谈？我翻了翻。第一家设备型号跟我们的技改路线不太搭，强行合作会增加我们的改造成本，不建议。第2家做的是上游配件，如果谈成，我们的采购成本能降，这个可以谈。第3家他们是做自动化改造的，跟我们现在的方向有重叠，但侧重点不同，可以做技术上的互补合作，风险不大。林凯边听边记。顾念，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自己也做一条对外的技术服务线？什么意思？就是不只是我们厂自己做技改，我们把这套方法往外做，帮其他厂改造，以服务的形式收费。我把这个想法在脑子里转了一圈，这不是没想过，只是没想到林凯会先提出来。这条线需要有人专门来跑。对，前期成本也不低。对，但如果做起来，利润会很可观。所以我想问你，这条线你愿不愿意来牵头？我看着林凯，这句话我需要认真想一想。给我几天？你慢慢想，不急。他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回头。顾念，走到门口，回头。顾念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我都支持。他走了，我坐在那里，把这件事翻来覆去的想，想了3天。第3天晚上，我打了个电话，是我妈，跟她说了大概半个小时，说了这2年的事，说了现在的情况，说了林凯的提议。我妈在电话那头听得很认真，最后她说：“念念，你小时候就喜欢把坏掉的东西修好。那会儿家里的电风扇坏了，你爸说扔掉，你说不行，你自己拿着螺丝刀鼓捣了1下午，把它修好了。后来那个电风扇又用了好几年。我听着，你做这行是真的喜欢，真的喜欢的是该做大的就做大。”挂了电话，我坐在窗边，外头的路灯亮着，照出一条长长的路。想大一点，这件事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过了。在孟建国那里，我不敢想，因为那种地方你想大了就是靶子。但现在或许可以想一想了。第4天早上，我去找林凯。林总，我想好了。林凯放下茶杯，说：“这条对外技术服务线我来牵头，但我有一个想法。说，与其挂在虹桥名下，不如单独注册一家技术服务公司，独立核算。虹桥可以持股，但要有我自己的股份。”林凯没说话，就这么看着我，看了大概10秒，然后他笑了。顾念，你终于想明白了。什么意思？这条线我从一开始就打算给你股份，就是等你自己提出来。我愣了一下。你等我提？对，我给和你主动要
不是一回事。你主动要，说明你想清楚了自己要什么。只有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，才能把一件事做好。我看着林凯这个人真的不一样。那股份怎么算？你出技术和时间，我出启动时间，我出启动资金和平台资源，你占45%，我占40%，剩下15%给后续加入的核心技术人员。我在心里算了一下，行。林凯伸出手，合伙人。我握住合伙人。公司的注册花了将近1个月，名字我想了很久，最后定了2个字：念工。念是我名字里的字，工是我做的事。念工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就这么开张了。第一个客户是老赵介绍来的，隔壁镇上的一家小厂，有2台设备出了效率问题，已经拖了大半年。我过去看了看，半天时间，问题找到了，是2台设备的电气控制接口不兼容，导致相互干扰，改一下线路，加一个隔离模块就好了。那个厂的老板姓周，看着我把问题解决，眼睛有点红。故宫，这个问题我找了3拨人，没一个找出来。你来了半天，因为他们只看单台设备，没有考虑2台设备之间的关系。单台设备没有考虑2台设备之间的关系。周老板连连点头。故宫，你这个费用我觉得定低了。我报的价格是按市场平均标准来的，价格合理就行。不，我家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大半年，损失的钱比你这个价格多多了。我没有客气。好，那下次有问题还来找我。周老板把我的名片收好。一定。念工的第1个月接了4个单，规模都不大，但口碑出来了。第2个月单子翻了一番，第3个月来了一个大单，是市里一家规模不小的制造企业，他们的整个生产车间想做一次系统性的效率改造。我去谈了2次，第1次是摸底，第2次带着初步方案去。对方的技术总监看着方案翻了很久。故宫，这个方案是你自己写的？对。你们公司现在有多少人？核心团队4个，加上兼职的2个。技术总监沉默了，我知道他在想什么。6个人的小公司，能接这个量级的项目吗？我知道您的顾虑。我把方案翻到最后一页。这是我们过去半年做过的项目清单，每一个项目都有完整的交付报告，您可以联系这些客户核实。技术总监接过那份清单，看了很久，最后他放下清单。故宫，这个单我们谈。我点头。好，那个单子谈成了，是念工到目前为止最大的项目。我把项目分解成几个阶段，每个阶段完成之后交付报告，分期收款。林凯听说之后发了条消息过来。顾念工这个月的流水我看了，比我预期的快。刚起步还早。你不需要谦虚，我说快就是快。我把手机放下，窗外是虹桥科技的厂区，灯光明亮，机器的轰鸣声隐隐传来。我在这里站稳了，念工也在起步了。这一切距离我从孟建国那里离开不到2年。2年前我不到2年。2年前我只是一个拿着3000块年终奖的工具。2年后我是一家公司的创始人，不是因为运气，是因为那6年里的所有技术、所有记录、所有经验，一样都没有白费。那天晚上我接到了沈教授的电话。顾念上次跟你说的那篇论文，你有没有开始写？还没有。最近公司事情多，我知道你忙，但我今天打电话是想跟你说另一件事儿。他停了一下。省里今年有个工业技术人才的评选，名额不多，但含金量很高，我想推荐你。我握着手机，没有立刻说话。你有虹桥科技的技改成果，有注册工程师资格，有实际的创业经历，从条件上来说，你完全符合。但这个评选不只是资历的评比，他们更看重的是技术人在行业里的影响力。我想了一下，沈教授，我需要知道这个评选的具体要求。当然，我发给你。顾念，有一点我要说，你这2年走的路，不是每个技术人都走得出来的。在不公平的环境里，你没有折出来之后，你没有只顾着自己，还想着那些工人，这种格局不常见。我听着他说这些，心里有点说不清楚的感觉，不是骄傲，是某种确认那些年的坚持不是白费的。沈教授，材料我会准备好，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椅子上，没有立刻动。窗外的路灯还亮着，今晚的风很小，树叶只是轻轻地动。我想起当初在孟建国那里最难熬的那段时间。有一天深夜，我一个人在车间修那台老减速机，修到凌晨2点多，修好了。我把工具收好，关灯，走出去的时候，整个厂区黑漆漆的。我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天，那时候我想，我这辈子就这样了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个时候的我不知道，那台减速机修好的那一刻，就是后来所有事情的地基。每一件认真做过的事，每一份认真写过的记录，每一次熬夜之后站起来继续，都是地基，只是当时看不见，现在看见了。沈教授发过来的评选材料，我看了将近2个小时，要求比我想象的细。除了基本的资历和成果证明，还需要一份不超过5000字的个人陈述，写从业经历，写技术判断，写对这个行业的理解。我盯着那个空白的文档，想了很久，不是不知道写什么，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。这些年值得写进去的东西太多了，也有太多我不确定该不该写，比如孟建国，比如那6年。林凯知道我在写陈述，有一天来敲我的门。写到哪儿了？还没开头。他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。什么卡住了？不知道要不要写以前的事。林凯没有立刻说话，想了一会儿。顾念，你觉得那6年是你的污点还是你的经历？我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，我问过自己很多次。以前觉得是污点，现在觉得是经历。那就写。评审的人见过太多一路顺遂的简历，他们更想看的
是一个人在真实处境里怎么判断、怎么选择。我看着那个空白文档，重新想了想，那6年不是我的弱点，是我所有判断的来源。没有那6年，就没有我现在对每一台机器的理解，没有那些深夜的维修记录，就没有今天写得出来的技改报告。我开始敲键盘，写了，陈述写了将近3天，删了又改，改了又删，最后定稿4800字。我发给沈教授，他回复得很快。顾念，我看完了，很好，特别是中间那段，你写在孟建国厂里的那几年，你没有抱怨，也没有美化，就是讲了一个技术人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里怎么保住自己的判断。这一段是整篇陈述最有分量的地方。我把他的回复看了2遍，保住自己的判断这5个字说得准。那6年里，我失去过很多东西，名分、奖金、机会、公平，但我的判断没有丢。我一直知道那台减速机的齿轮参数是错的，我一直知道那套检测模块的设计思路是对的，我一直知道孟建国给我画的那些笔是假的，这些判断我一直保着，这是那6年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。材料提交上去大约1个月，期间我没有再去过问，该干的活还是照常干。念工的项目在推进，虹桥的第4条线改造接近尾声，培训课程已经开到了第20期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核一份报价单，手机震了，是沈教授。顾念，结果出来了。我放下笔，省级工业技术人才，今年共评出12名，你在名单里。今年共评出12名，你在名单里。我没有说话，沉默了大概3秒。谢谢沈教授。不用谢我，是你自己的东西。另外，颁奖会在下月底省里统一安排，届时会有媒体报道，你做好准备。好。挂了电话，我把手机放在桌上，坐了很久。窗外是虹桥的厂区，机器在转，工人在走动，阳光斜进来，照在地板上。我想起在孟建国那里的最后一天，我拎着工具箱走出那扇厂门，孟建国站在门口，说：“我让你在这行里一辈子抬不起头。”我没有回头。现在，省级工业技术人才这个名头，比他说的任何话都更响。消息在虹桥传开了，林凯那天下午把全厂的人叫到一起，就站在车间里。顾念，省级工业技术人才，虹桥第一个。他看着我说几句。我站出来，看着面前这些人，老赵、老张，那12个从孟建国厂借调过来后留下来的工人，许倩，还有这2年念工的几个核心成员。我想了一下，也没什么好说的，就一句话，你做的每一件认真的事都不会消失，只是你看不见它的时候，它在变成别的东西。车间里安静了一下，然后有人鼓掌，声音很响，在高顶的车间里回荡。颁奖会结束之后，有一个行业媒体的记者找到我，想做一个专访，我没有拒绝。专访是在虹桥的会议室做的，那个记者姓方，20多岁，问问题很直接。故宫，您在进入虹桥之前，在一家工厂待了6年，能聊聊那段经历吗？我想了一下，可以。那6年，我做了很多事，修过很多机器，但我的名字很少出现在任何一份成果记录上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环境不需要我的名字，需要的是我的技术。方记者低头记录。那您当时为什么不离开？走不了，档案被压着，走不了，档案被压着，签字被卡着。但根本原因，我停了一下，是我当时以为只要把活干好，就会有人看见。后来我明白了，在不对的地方把活干好，只会让人觉得理所当然。那是什么让您下定决心离开的？年终奖。方记者抬起头。那年我拿了3000块，许倩拿了3万，还有出国名额。那套方案是我做的，那台机器是我修的。我想这件事如果我还能忍，我就不是人了。方记者笑了一下。后来你把检测模块带走，对方说涉嫌盗窃，您不担心吗？担心，但我手里有发票，担心不代表缩回去。最后，故宫，您觉得这2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想了一会儿，知道自己值多少钱，在孟建国那里我不知道，或者说我知道，但不敢承认。出来之后，市场告诉我我值。方记者把最后这句话重重的画了一个圈。专访刊出来的时候是一个周3，林凯把链接发给我，说了一句话，传得很快。我点开，阅读量不低。评论区里有人说这就是我身边某某某，有人说这种事太常见了，有人说看完想辞职。我没有一一去看，只是合上手机继续改那份方案。大概就在专访刊出的前后，孟建国那个厂彻底撑不住了。消息是王师傅打电话来说的。顾念，厂子要关了。我没有意外。什么时候？月底。孟建国进去了，他老婆把能变现的东西全卖了，设备拍卖了一部分，剩下的工人遣散。我沉默了一下。工资结清了吗？结了，法院那边监督的钱没少。我松了口气。那就好。顾念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说。厂子关了之后，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我知道他问的是什么，不是真的在问我怎么办，是在问念工这边还要不要人。王师傅，您手上有什么会的？钳工做了快20年了，机床操作液压系统基本都摸过。把简历发给我。顾念，发过来，我看一下，能用，我告诉你。电话那头停了几秒。好，挂了电话。接下来3天，我陆续收到了7、8份简历，都是孟建国那边的工人。我一份一份的看，有底子的，有经验的，我都认真核了。最后留下了4个：王师傅、老魏，还有2个年轻的机床操作工。我让林凯的人事那边安排面试。顾念，你这是在给老东家的人收尾。
不是，是给有用的人一个地方。林凯点了点头。行，我让人去安排。王师傅面试通过那天来找我道谢，他站在走廊里，手里攥着那份录用通知，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。顾念，我看着他，我以前没有替你说过话，你被欺负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，我知道那不对，但我有家有口，我怕惹事。王师傅，我打断他，这件事我不怪你，你当时的处境我理解。你进念宫不是因为你欠我的，是因为你有20年的前宫经验，是因为你值，明白吗？王师傅低下头点了点，明白。他抬起头，眼睛有点红。顾念，我进来一定好好干。我知道。他走了，我站在走廊里，外头的阳光很好，照在走廊地板上，一格一格的，很明亮。那几个从梦见国场出来的人，他们不是我要报复的对象，也不是我要施舍的对象，他们只是在一个糟糕的地方待了太久的人，跟我一样，只是他们没有走出来。现在走出来了，那就继续往前。许倩在虹桥待满了1年，年底的时候，林凯把业务条线的总结发给了我。许倩那一块，全年新开发客户11个，带来的合同额占虹桥当年新增业务的将近30%，这个数字我没想到，林凯也没想到。许倩比我预期的强，他本来就不蠢，只是以前用错了地方。你说话还替他说话？不是替他说话，是实事求是。年底的绩效总结会，许倩坐在那里，和1年前第一次来面试的时候不一样了。那时候她低着头，带着点慌乱，现在她抬着头，数字讲得很清楚。那个做了6年梦见国身边的应声虫的许倩，正在慢慢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会不会彻底变？我不知道，但此刻她是在往前走的，这就够了。年底念宫的年度总结我自己写，数据摆出来，全年完成技改服务项目23个，覆盖周边4个县市的制造企业，综合产值贡献将近800万，客户回访满意度将近800万，客户回访满意度97%。我把这份总结打印出来，放在桌上，盯着看了一会儿。2年前，我拿着3000块年终奖，提着一个袋子走出梦见国那扇厂门。2年后，这份总结我没有必要给任何人看，任何人批，因为它是我的，念宫是我的，这些数字是我的。岁末，我回了一趟老家，坐在我妈家的饭桌前吃了顿饺子。她问我过得怎么样，挺好的。她看着我笑了。念念，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加了个饺子，哪里不一样？以前你说挺好的，是撑着说的；现在说挺好的，是真的好。我没有反驳，他说的对。以前在梦见国那里，每次打电话说挺好的，其实是不想让他担心；现在说挺好的，是真的挺好的。他给我加了个饺子，那就行。妈就这一个要求，你好。我低下头，眼眶有点热，没说话。吃了饺子，回来的路上，我坐在车里，看着窗外，路两边的树木在倒退。我想起很多事情，想起第一次进梦见国那个厂，满腔热情；想起第一次修好那台老减速机，成就感满满；想起第一次被梦见国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的功劳划给了许倩；想起第一次在深夜的车间里，一个人对着那台坏掉的机器，觉得自己快撑不住了，但还是修完了，把工具收好，关灯，走出去。第二天继续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不知道这些熬过去的夜晚会变成什么，现在知道了，他们变成了我手里的每一项技术，变成了我能写出来的每一份报告，变成了我站在沈教授面前能够回答出来的每一个问题。没有那些夜晚，就没有现在。这不是用来原谅梦见国的，他做的事有他该承担的后果，这只是我自己的账，那些吃的苦，我替自己算清楚了。年后，念宫接到了一个新项目，是省里的一家大型装备制造企业，他们在推一个老旧产线的系统性数字化改造，项目体量比念宫之前接过的任何一个都大。对接的技术负责人姓吴，是个40多岁的老工程师。他来念宫考察的那天，我带他参观了一圈，他很认真，看每一台设备都很仔细，问问题也很专业。看到一半，他停下来。故宫，你们这个规模接得了这个量级的项目吗？我看着他。故宫，您刚才看的那几台设备，有没有觉得哪里有问题？他想了想。第2台冲压机运行的时候，有一点轻微的节律抖动。我点头。那是送料电机的轴承开始磨损，还没到影响精度的程度，但再用3个月会开始出公差。我们昨天刚做完例行巡检，已经记录在案了，准备下周换。蜈蚣愣了一下。你们多久做一次例行巡检？每台设备按照运行时长分级做，高频的每3天一次，低频的级做，高频的每3天一次，低频的每2周一次。每次巡检有记录，可以随时调取。蜈蚣沉默了，过了一会儿。故宫，你这套巡检体系是你自己建的？对，是从以前的工作经验里总结出来的。他点了点头，继续往前走。走到车间另一头的时候，他停下来。故宫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说你之前在哪儿干过？我想了一下，在本地一家小厂干了6年。是什么让你出来？年终奖发了3000块，另一个人拿了3万。蜈蚣沉默了，然后笑了。这个理由很充分。是。他把手里的参观手册合上。这个项目我们跟念宫谈。那个项目最终谈成了，是念宫成立以来体量最大的一个。我带着团队花了将近8个月，做完了整个改造。交付那天，蜈蚣站在改造完的生产线前，让所有设备依次启动，1台、2台、3台，线体联动起来，节拍稳，声音小，数据屏上的效率曲线缓缓往上走。蜈蚣看着那条线，没有说话。过了很久，他转头看我。故宫，
做得好。就这3个字，我点了点头。谢谢。这是我做这行以来最大的一个项目，但那声谢谢不是感谢他的认可，是感谢这台机器，感谢这条线，他们转起来的样子就是答案。又是一年年底，念工的年会，我们在一家小馆子摆了几桌，核心团队加上兼职的，一共10几个人。王师傅也来了，老魏也来了，许倩也来了，林凯作为股东也来了。我端着杯子站起来，今年就一句话，大家做的每一件事我都看见了，谢谢。桌上的人把杯子举起来，碰在一起，声音很清脆。饭吃到一半，许倩坐到我旁边来，手里端着杯饮料。顾念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说。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说。当初你让我来面试，你真的不恨我？我喝了口酒。恨。他愣了一下。那时候恨，现在恨意消了大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过得比那时候好太多了，过得好了就懒得恨了。许倩盯着我，然后笑了，是一种说不清楚的笑，不是那种在孟建国面前的媚笑，是真的，有点苦，又有点释然的那种。顾念，你是我见过的最会记账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值得记，什么不值得，你清楚得很。我想了一下，所有值得记的东西我都记了，不值得记的迟早会丢。许倩把这句话嚼了嚼，点了点头。我以前记错了。我没有接这句话，不需要接，他自己明白就够了。年会结束，大家陆续散了，我最后一个走，在馆子门口站了一下，外头有点冷，哈出来的气是白的，路灯把地面照出一道长影。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孟建国那个厂，最后一个冬天，年终奖发下来那天，也是这样的天气，也是这样的冷，但那时候站在公道栏前，心里是另一种冷。现在外头冷，心里不冷。我把外套拉紧，往停车场走。关于孟建国那个厂后来的事，我知道的不多，只是从王师傅偶尔的只言片语里拼出来一个大概。厂子关了，设备拍卖，厂房最终转手给了别的公司。孟建国的案子判下来，实行7年，他老婆带着孩子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许倩说他在某个平台上看见过孟建国的老婆在卖农产品，日子看起来普通，但过得下去。那片厂房现在换了新主，有时候我路过会往里看一眼，里面的机器换了，工人换了，连气味都换了，和以前不一样了，和我记忆里的那个地方越来越陌生，这倒是好事。有一天念工来了个实习生，刚毕业，机械工程专业，姓陈。第一天我带他在车间走了一圈，他看什么都新鲜。走到那台改过的冲压机前，他问顾工，这台机器用的是光电感应定位，教材上说这个方案精度高，但响应速度会有延迟，你们是怎么解决的？我看了他一眼，问题问得很准，加了一个缓冲判断层，你来，我给你看。他跟上来，我蹲下去把控制箱打开，一边讲一边指给他看，他很认真的记，问题也问得很认真。讲完我站起来，你记下来了？记下来了。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，先自己想，想不出来再来问我。好。他看着我，顾工，这个方法是您自己想出来的？对。怎么想到的？我想了一下，之前处理过类似的问题，记下来了。记下来的东西不会白费。他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，认认真真的一字。他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，认认真真的一字一字的写。我看着他写，想起好多年前刚进孟建国那个厂的自己，也是这样，认认真真的看，认认真真的记。那时候以为这些认真会有人看见，后来发现没有，但更后来发现有没有人看见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你自己记着，你记着，他就在，他在。就是你的，谁也拿不走。这就是我这几年做过的事，说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该走的时候走，该做的事做，手里的东西守住，手里没有的去挣。遇到孟建国那样的人，你记住，他能压住你多久，取决于你自己以为自己值多少。你以为自己值得的，迟早会拿到；你以为自己不值的，就算别人给了，你也拿不稳。这件事我是从孟建国那里学到的，倒是得感谢他教了我这一课。那年冬天最后一场雪下在虹桥厂区的时候，我正在车间里，工人们把机器巡完，开始收工。老魏走过来，故宫下雪了，今年比去年冷。是。他搓了搓手，故宫能问你一句话吗？说。你后悔过吗？我看着他，什么？后悔当初在孟建国那里那些年？我想了很长时间，真的想了很长时间。不后悔那些年学到的东西，后悔没早点走。老魏点了点头，我也后悔没早点走。两个人站在车间门口，看着外头的雪，雪下的不大，落在厂区的地上，白了一层，然后灯光一照，亮得很。老魏先进去了，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呼出来的气在冷空气里散开。我抬起头，雪还在下，很安静。这一刻，我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那年年终奖公示栏前，我站在那里，顾念3000元。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个数字是一扇门，推开了就出来了，我推开了，出来了。后来的事你们已经知道了。